嗨，大家好，这里是庶民锦鲤，我是鱼弟，韩国鱼的鱼，兄弟姐妹的弟。这两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驻外使馆分别发出了一个通知，为了减少新冠肺炎的疫情跨境传播，赴华航班人员需凭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及血清抗体检测双阴性证明成绩。我们驻美国的使馆提醒，自美西时间2020年11月6日起，对搭乘直飞就是不经过第三国中转的航班自美赴华人员，需在登机前48小时内在美国检测机构完成核酸和血清 LGM 抗体各一次采样检测，并在获得核酸抗体检测为阴性的证明后，根据核酸检测地按领区划分，向中国驻美国使领馆申请并获得 HS 标识的绿色健康码或健康证明状况声明书。对从美国出发经第三国中转乘机赴华人员，需在美国进行第一次核酸检测和血清 LGM 抗体检测，在中转国，也就是赴华直飞航班起飞国，进行第二次核酸检测和血清 LGM 检测，并分别向中国驻美国和最后一个直飞中国航班中转国机场所在地的使领馆申请，并获得带 HS 标识的绿色健康码或者健康状况声明书。对自第三国出发经美国中转曾经赴华人员，目前美国主要机场不具备检测条件，建议谨慎选择自美国中转赴华。基本上我看了一下英国其他的几个国的使领馆发出来的这个通知，基本上大同小异啊。这事情在海外华人和留学生当中炸了锅了啊！海外回国的门槛大幅提高。说实话，这个的确是让很多华人无法回国了，基本上无法回国了。于是，各海外的反华媒体又开始叫嚣了，像国之声，他就以赴华需双阴性证明，华人彻底断了回国念头为题它下面还有一个副标题，从5个一政策，再到航班熔断措施，再到如今的48小时之内双阴性证明，赴华政策不断收紧。面对难上加难的回国之路，不少海外华人彻底绝望，留德华人也不例外然后内容就巴拉巴拉巴拉的，反正说了一大堆，反正酸言酸语吧鼓噪中国留学生和华人返华，不让你们回家过年过圣诞节断了你们回家的路，想说爱国不容易反正这些反华媒体又开始叫了我们必须要承认，这个的确是让很多海外的华人留学生回家真的是困难了很多，也就是他的门槛大幅提高了嘛，对吧？这个没什么好争的，具体的什么里边的这个通知的细节，我相信网上很多
留学生，海外的留学生都已经说了很多了啊，我也就不重复了。但是啊，我这里要但是了，留学生或者外国人是否还有回国或来华的可能呢？我就问这个可能啊，就是这个可能是否还存在呢？当然存在了，只要你48小时内弄到双阴性的证明，然后可以买直飞的航班，是吧？这种可能不是不存在啊，是存在的，只是说难度比较高，概率比较低而已。但是呢，10%相信还是 OK 的吧，是吧？中国政府是否是故意难为或者歧视海外华人或者留学生呢？或者故意针对外国人或者海外华人设置障碍呢？我们就这几个问题，是不是故意的，或者是不是有故意的设置障碍或者歧视或者怎么样？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大家就一清二楚了啊。今天分别列出3组数据。湖北省的，美国和英国的湖北省就是疫情爆发初期，全世界就是湖北省的疫情是最为严重的地区啊。然后是英国和美国啊，美国现在是确诊人数全球最高的一个国家了，是吧？英国这几天也不差，又开始宣布要封城了，是吧？我们就看一下这3个地区的数据，我们来比较一下，大家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啊。我们先看湖北省，全世界闻名的疫情重灾区，当时啊，它的确诊病例到目前为止，就到昨天为止，68139人，这是确诊数据啊。当然这些都是官方公布的数据啊，是不是有水分啊或者怎么样，你自己去想吧，我也懒得去争了啊。然后我们再看看湖北省的常住人口，这里大家注意哦，武汉市是包括在湖北省里的。不知道海外的朋友，中国人应该知道有这点常识吧？啊，湖北省的常住人口的数据是5927万啊。然后呢，我们就这么去比较它的确诊病例除以常住人口数，这个就是得出我们这个感染率的概念，好吧？这个数据因为它是最能反映出一个地区它的疫情的一个情况的一个数据啊，你总不能全中国14亿人去比，是吧？这个基数太大了，对吧？然后这个就更小了啊。好，感染率就是每万人，湖北省就到目前为止只有11.5个人是被感染的，就到目前为止，从疫情爆发初期到现在为止啊。好，我们再看美国的数据，美国的确诊到昨天为止9402590人啊，而美国的常住人口，美国的人口是多少呢？是吧？是3.3亿万啊，就3.3亿的人口，这个是官方的数据啊。这样，也就是美国的确诊病例除以美国的常住人口，得出是多少呢？是每万人285人确诊。大家看一下哦，湖北省是11.5个人，美国是285万，285每万人啊，这是高了20倍，明白吧？好，我们再来看英国的数据，英国确诊病例到昨天为止是101万
1660人，累计啊，我们这个都是累计啊。然后英国的常住人口是6643万人，这样得出来每1万人中英国的确诊病例会有多少呢？是152个人啊。湖北是11.5个人，英国是152，就是10倍多啊。什么叫10倍啊？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啊？也就是说，英国、美国，我们其他欧洲国家先不说吧，什么巴西、印度就不算了，我们就说这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西方国家。英国是我们的10几倍，美国是我们的20几倍啊，是比我们中国最严重的省还要高出个10几、20几倍的，是不是超级严重？好，就是这些高出10几、20倍的这些地区的人员。我现在希望大家回忆一下，在1月23日啊，就是中国政府为了防疫是怎么针对湖北和武汉的。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封城啊，是吧？什么叫封城？所有人都不得进出武汉和湖北省，是吧？这个应该是事实，没有什么好争的嘛，对吧？为什么会封城、封省？是因为那边疫情严重，为了防止这个病毒传染到其他的省份，所以要封城、要分省啊，就是除了防疫物资和防疫人员，其他人所有人都不允许进出湖北省。我相信这个政策大家都知道，不需要我再去说什么，我只是现在提醒你，是所有人啊，除了防疫物资的运送和防疫人员之外啊，那是什么时候？除夕、过年，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春节。我相信这个没什么好反驳的吧。当时多少湖北人回不了家，多少外地的在湖北工作的人回不了家，是吧？几个月？3个月，足足3个月。中国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就是这么被政府封城。我们再来说说当时疫情期间，湖北省以外的人啊，那时候在中国已经没有湖北省出来的人了，对吧？已经封城了嘛，对吧？但是那时候就是拿着湖北身份证的人，只要被别人知道你是湖北人，不管你是什么时候去过湖北的，大家都会躲得远远的。但这也不叫歧视了，其实在那种疫情之下，是吧？谁都有点担心嘛，不仅仅是身份证是湖北籍的人，就连湖北籍的2排的车开到哪里，大家都看着都吓死，都躲得远远的。大家还有印象吧？还有这样新闻看过吧？自己当时也是这么做的吧？好，更不要说当时国外不管是西方的还是亚洲的，当时是怎么看我们的湖北省的，怎么看武汉的？
现在还叫武汉肺炎的有多少个国家？是吧？不要说当时什么湖北的人会就是封城之后湖北人会去国外，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当然说包机有了哦，我们就说当时就这些国外的人，包括华侨，包括华人留学生，你们当时怎么做的？你们当时有想过要回来吗？肯定不会吧。不要说你老家是湖北的吧，就中国其他省份你都不可能会想着回来吧。然后我们再说，你们当时比如说有一个中国的朋友过去，你会热情接待吗？你会跟他亲密无间吗？我就问你们啊，对吧？肯定心里也有疙瘩，肯定会躲得远远的，能不要来就不要来啊。我们都说实话，这跟爱国不爱国无关。好，这是人之常情，每个人对病毒都恐惧的，这没什么好回避的。现在欧美，我刚才这个感染率已经爆出来了，英国的、美国的数据是当时湖北省的数据的10几倍、20几倍。什么叫严重？你懂吗？你希望你的祖国怎么对你们？你的祖国 OK 就是对自己的土生土长的湖北人，我们的政府是一样的，更狠。现在呢，对这些留学生，你回国可以回来，但是你要各种各样的门槛，对吧？不是说不让你回来哦，千万注意，回国的可能性有没有？绝对有啊！那时候的湖北是绝对不可以出城或者进城，这就区别啊！不要以为你们生活在一些民主社会、民主国家，你喝了几天洋墨水，就觉得你有特权吗？没有啊，国民待遇啊，这叫国民待遇，好不好？你是中国人 ，OK， 给你国民待遇啊，给你疫情在疫区来的人的待遇，就这么简单。不管你这个疫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还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土地，还是英格兰、苏格兰的土地，只有你那里只有2个字，叫疫区。你疫区来的，我肯定要控制你啊，是吧？就这样，这没什么好争的。包括你是疫区来的，包括我们不要说父母吧，是吧？就稍微亲近一点的亲戚，你的表兄弟姐妹敢见你吗？就是你在疫区，你就安心待在那里，是吧？中国人今年整个春节都没怎么过，你们交情要过2021年的圣诞节、春节，不会死人的。14亿中国人都熬过来了，就这样，你们安心待在所在国，把自己防疫做好，有什么需要跟中国大使馆去说，在那边安心做好待好就行了。中国人走到哪里永远都是中国人，祖国永远是你的祖国，这没问题呀。但是不要把病毒传到国内来，这是中国政府做这么多的措施的一个目的，就这么简单，无关其他的东西，好吧？
我们再来说为什么要防疫。现在全世界疫情2度爆发，但是的确中国现在防疫做得很好啊，是吧？前段时间东北爆发了几个案例，然后最近这几天，前几天青岛，然后是喀什啊，都是个位数的，就搞得全城去筛检。中国政府为了防疫真的付出了非常大的代价，真的是全民在防疫呀。欧美国家行吗？这个我们今天暂且不讨论民主制度还是社会主义制度下防疫更有利，这个我们下一期会专门做一期去谈这个事。但是中国政府的确是使用了很多的强制力去做防疫的事情，的确是做得好，我们必须要承认。最新的数据，中国10月制造业 PMI 为 51.4%， 非制造业 PMI 为 56.2%。 世界银行预测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是 6.1%。 好，你说中国的统计局数据造假 OK， 现在是世界银行预测中国今年经济是正增长 6.1%。 全世界除了中国和几个少数的没有受疫情波及的国家之外，还有哪个国家是正增长？美国今年是100%的负增长的，是吧？欧洲哪个国家能正增长？没有啊。这就是我们中国政府强力去防疫的一个成绩。中国人民经历过这次防疫，的确是认识到有时候一些专制一点使用公权力是有用的，这的确是这样。所以说不要以为你们在欧美民主国家体验过了一种民主的东西之后，就觉得社会主义不好或者怎么样，这个我们以后再谈，我们不谈。只是说中国政府真的为了这次防疫付出的代价是非常非常大的，让很多中国人民都真的很感动的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这么的去防疫去防堵，付出的代价，我们说实话，留学生比如说我家人，比如说你有个人在国外，你春节能回来过年，大家当然开心，是吧？但是因为你那里是重灾区，如果是父母的话也会劝你算了，尽量就不要回来了，你回来了全家人都担心啊。这个我们真的是没有任何的恶意。中国政府我相信只有一个目的，就是防疫，牺牲一点春节的团聚也是可以接受的。全中国14亿人在2020年的春节都已经牺牲了团聚，为什么你海外这么多留学生也好，华人也好，你牺牲一下可以吗？为祖国的防疫病例可以降低一些，可以吗？真的非常真诚的希望大家都能理解，好吧？今天我们就先聊这么多，非常感谢你的收看。如果觉得我说的还在理，那就麻烦点个赞，订阅我们树林经理，好吧？再见，谢谢。